原来华语乐坛叫做娱乐圈啊，全打周杰伦，脚踩林俊杰碰瓷早期鹿晗造谣，吴世勋侧脸向子瑜，就连张凌赫、丁禹及彭昱畅也难逃这群疯子的毒手。我真是想跪下来求求子瑜了。这离暑假开学还有半个月呢，不行让粉丝报个学习班，提升一下智商，改善一下视力吧。得亏周杰伦出道的早啊，不然顶流现在哪有他的位置？但是粉丝们，以后做数据麻烦做得细致一点好吗？怎么子瑜的新歌刚发布19个小时，就已经有人听了整整3天了？各项数据啊，就连蔡徐坤都比不过，却还能牢牢霸占住榜首，这水分不会是台风给刮来的吧？哥啊，咱们说好的暂停工作呢？怎么这前脚刚发完声明，后脚还不到半个月，就已经销售了3本杂志，甚至这歌的粉丝啊，还以9000万的销售额重新排了个顶流顺序。他们的哥哥是超级顶流王一博。好，这位置你想要那就拿走吧。不过主播有一点好奇的是哈，这其中有一本杂志，说好的是公益刊一本定价76元，怎么在官方的声明里每订阅1份，即为海洋生态公益捐赠1.88元，那剩下的74.12又进谁的钱兜子里边去了呢？并且啊，这本杂志还是无实物的电子刊，通俗一点来讲呢，就是你花78去买几张照片而已。再看看其他家艺人的电子刊，最贵的也只有12元，就是割韭菜的手段，还真是不对比不知道，一对比吓一跳哈。就这还说人家田雪宁提纯 CP 粉，吃了《溺爱》这部剧的红利泥，人家可是剧播出到现在，一个代言一个杂志也没上过呢。还有啊，粉丝也别说什么子瑜当了人民交通大使，就是被国家认证的人哈。那之前李某峰、吴某凡还当过呢，现在不也一样完蛋了吗？和霍思燕公开对骂，被前夫怒批赢猫，看懂黄奕如何把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，才知道他从当初的受害者到如今的万人嫌，其实一点都不冤。话说曾经的黄奕，凭借上错花轿嫁对郎里那个灵动俏皮的李玉湖，红遍大江南北，最后又凭借《还珠格格》里的小燕子，热度和人缘更是持续飙升。可以说那时候他演技备受认可，形象清新甜美，演艺事业可谓是一片光明。然而他的感情生活却一塌糊涂，更是成为了他形象崩塌的导火索。如今他直播时，助理的一句话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。姐之前也犯过错，想离婚对吧？离婚这边其实说白了，就我们要一直往前走。 No， 不是我们的错，对，其实离婚不是我们的错。闭嘴。黄奕他到底在婚姻中犯过什么错？或许只有他身边的人才知道，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这姐一点都不简单。在黄奕很小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就离婚了，心里唯一的温暖全部来源于他的爷爷奶奶。随着2位老人相继去世，黄奕完全成了情感孤，这种缺乏爱的经历让他特别渴望家庭的温馨，所以他把婚姻当成了自己痛苦生活中的救命稻草。跟初恋孽缘的感情不了了之之后啊，2009年6月底，他作为异动慈善基金的发起人，出席了一场红酒慈善拍卖会，在这里认识了富商江凯。8月初2人就订婚了。然而这段短暂的婚姻就像一场闹剧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第2年5月份2人就离婚了。很快他又认识了第2任黄毅清，更是直接把他拖入了无尽的深渊。2人婚后矛盾不断，刚开始只是家庭琐事的争吵，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在网络上的公开互撕。黄毅清如同疯魔般在社交平台对黄奕展开攻击，不仅指责黄奕婚内出轨生活不检点，还不惜曝光所谓的捉奸细节与私照言辞低俗不堪，直接把家丑毫无底线的公之于众。黄奕则晒出了家暴照片应对，试图证明自己才是这段失败婚姻中的受害者。双方你来我往，这场闹剧持续发酵好几年，连带着黄奕以往树立的形象也在大众眼中一落千丈。更糟糕的是，他的前夫江凯也趁机落井下石，在微博上公开辱骂他是淫猫。然而这还不是最炸裂的，真正的撕逼大战还得是他跟霍思燕的恩怨，一切都因为一个叫杨毅的富豪。那时候黄奕已经跟杨毅交往好几年了，在准备结婚的时候，杨毅认识了霍思燕，所以2人分手后，黄奕一直认为霍思燕撬了自己的墙角，但是霍思燕却认为他跟杨毅好的时候，杨毅已经与黄奕拜拜了，所以自己并没有什么错。但黄奕却依旧有意无意地把霍思燕拉下水，言语间充满了暗示与挑衅。最终霍思燕忍无可忍，直接在微博上发文怒斥黄奕的所作所为，而黄奕的工作室也不甘示弱，迅速发表声明进行反击，双方各执一词。
甚至还闹上了法庭。再后来，黄奕就慢慢消失在了观众的视线里，直到几年后，他又凭借着演技再次回到了大荧幕。而大家对于许久不见的他也是支持的，本以为他就这样安安分分的过下去了。虽然演的都是配角，但时不时的都会有热度，可他却偏偏拎不清。因为女儿出道这件事再次引发了众怒。先是问大家女儿黄千玲想放弃留学，要去韩国当练习生，应该支持还是反对，结果转头就晒出了女儿在韩国练舞的片段。后来更是在直播中硬刚网友，硬生生把民意说成是水军，一句你行你上，彻底激怒了全网。果然娱乐圈从来没有沧海遗珠，有些人不红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。邢菲呀，没想到你这么会哭，赶紧收拾收拾准备升咖吧，为啥换不了啊？远方从一开始强装镇定隐忍落泪，到了斗大的泪珠随着他的转头断了线似的砸下来，让荧幕前的我看得鼻子都酸了。尤其是这段捂着被子落泪的场景，逐渐让观众幻视俺娘甜小草，谁说偶像剧女主就不能转战正剧了？我们邢菲第一个不同意。然而谁能想到，邢菲在剧中饰演的宁苏苏，这个只有15、16岁的小女孩，每天在剧中啊，不是当着洁宝女做什么事情都是风风火火，就是像一个小仓鼠一样，走哪儿吃哪儿，丝毫不带停。唉，全进去全进去啊，歌太重了。最后她却成了全剧最苦的小苦瓜，给姐姐替嫁，却被父亲抛弃，在嫂子甜言蜜语的哄骗下失了身，就连最后被郭龟妖侵犯也没有得到任何人的体谅，甚至还被费家大嫂拿毒药毒死了。宁苏苏这一辈子真的好惨，最初主包是冲着杨幂看剧的，谁知被邢菲给硬碰住了。众所周知，傻白甜是最难演的，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令人讨厌的二傻子。而宁苏苏在邢菲的饰演下，不仅变得可爱讨喜了起来，还凭借小短腿狂追姐姐，痛斥父亲时化身土拨鼠，将这部农村苦情剧变成了轻喜剧。邢菲3岁学习体操，6岁被父母送入体校，7岁转练杂技，12岁就加入军区文工团。15年的独立生活，让这个小女孩练就了一颗强心脏。虽出道时凭借《恶魔少爷别吻我》中的安初夏，成为了许多人青春期时的白月光，但之后出演的《小时光》、乌鸦小姐、傅流年等偶像题材的影视剧，也让她的演技饱受争议。所以当申万物邀请邢菲时，她当场就接下了这个角色，并且为了能更好的诠释宁苏苏，她补全整部小说，还提前好几个月进组学习当时地主家小姐的习性。事实证明，只要付出了，就一定会有回报。看到申万物开播，邢菲凭借自己的演技登上热搜，被全网人都心疼，便知道这姐真的打破了流量的壁垒，一步步在往实力派演员的道路转型着。